大家好。那昨天5月28号的话，中共正式的通过了那个国安法，那意味着在香港原来早期的那个香港的基本法呀、中英联合声明啊，这个所有的早期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伪装的东西，现在就彻底的揭掉了，那赤裸裸的摆出一副流氓的这个状态。我相信的香港的同胞的最近这1、2年来的这样的抗争，大家也慢慢都应该也这时候应该能够清醒的知道，就是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其实根本就在一个流氓独裁的国家里面根本就没有用。如果要是继续就是抗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无数的年轻人一批一批的这人被消失掉，然后被屠杀了，被打压了，一路上这样下去，那这样的话，如果在武装上就是在军事上哈，因为现在目前香港的话也当然也没有军事的方面的支撑，纯粹只是在街上这样，虽然声势浩大，虽然也有现在全球有各种关注哈，都在关注着香港这个事件，但是在土匪流氓的政权面前，它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丛林的社会，在这个独裁的国家，它是纯粹丛林的社会，就是你这种抗议之类的，或者说世界或者整个世界都知道香港目前正在遭受这个残酷的迫害打压的话，他并不太害怕，就是目前香港同胞的命运怎么样，他不在意，因为在中国一直都是如此，在中国甚至你说连那个上街抗议的机会都没有，你一抗议相同的情况下，在香港你举行这种声势浩大的这个东西，上街游行啊，然后基本上全民都上街，那他不管如何去打压，至少他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的，像在中国大陆上街那些抗议的人，直接就往死里打，而且在半夜的话，当场派出去，棍棒什么都上，流氓什么都上，当场就打得你头破血流，而且任何有类似这种抗议的这个举动的话，那些特别的组织者，那死无葬身之地，早就关监狱的监狱，死亡连个数字都没有，在中国连个数字都没有哈，所以现在目前的那个香港也就是彻底的沦陷了。原来早期还有个那个法律的条文，中英联合声明啦哈，然后还有基本法所谓的各种承诺，有一种表面的覆盖掉。其实从97年香港回归大陆以后，回归现在其实中国现在所谓的中国，你要看见中国共产党就是了，也就是说，当香港回归，然后交到一个那个恐怖血腥的这个政党的执政党，就共产党，目前的共产党中共哈，在中共的手中，那香港的命运基本上其实早就已经注定了。那像这个，哪怕他没有在法律上，就是哪怕没有像习近平这么蠢，把这个东西一下子掀掉，全部把这个所有的人都掀掉，然后让全世界开始在关注这个香港，就是大家开始焦点知道，哇，他原来中共是这么一个残暴的政权，但是他在实际的行动之中，不知道香港人的话有没有发现，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渗透早就已经做到非常的到位了，甚至这种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早在香港就已经开始实施了。比如说，他这些议会的一些选举，他可以采用各种资金的贿赂，然后想尽办法来影响这个香港这个立法呀，或者各方面的这个公正性哈。他因为有钱嘛，反正中国的话，他欺压老百姓，钱拿出来，然后的话包括那个林郑月娥的，你看他跟中共的关系肯定是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党员一样的，他没有用的。包括你说香港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在香港在这抗议的这么长的时间以来，那些香港的那些警察也不
纯粹真的就是从大陆派过去打压香港人的，它其实是一种逆淘汰机制。你只要心狠手辣，只要你就是说所谓的东西就是追求什么民主自由，我不管你太多，反正你只要不服从的，你给我打出手，谁出手最狠，你就升得更快，然后他就慢慢机制淘汰掉，不需要太长时间，那个整个香港的警队就是纯粹变成共产党的打手了，就这个样子，是吧？所以，像我们这东西说香港未来的命运啊，就是哪怕现在不是共产党，现在这个时候把它撕破脸，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公开化掉，我他妈就是没把那个香港所谓的这个法律的人放在眼里，我就是把你抓回来，然后也像中国大陆一样给你关到铁笼子里面来。那以前只是在没有直接嘛公开的做，但是现在习近平这个蠢货上台以后，他就直接这么干了。那么香港现在其实真正最重要的，现在目前事实也已经存在了，也就是我在这里倒是希望就是不要做太多无谓的牺牲，然后要大家现在香港的话已经付出了够多的生命了，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动不动莫名其妙被消失掉，被扔在海里面，那这个情况的话，大家觉得哎呀就曝光，其实他甚至共产党都希望你尽快曝光，尽快你说出去，因为会造成恐怖的氛围，恐怖的氛围会让很多人有这种抗争意志的人失去意志，这个是有效的。你看，在中国以前土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看到那个中共土匪一到以后，他们很多人就直接逃亡，就跑掉了，我财产全部送给你，你就别来找我的人，你放过一条命行不行？其实这不可以的，他要拿着你，而且要公开的在开批斗大会，让所有人都看到你，而且发动所有人来斗你。造成这种恐惧心理，所以他不太害怕说你这个为了这个争自己的权利，然后牺牲掉，然后的话，这种他采用这暗杀或者不停的抓捕你，或者说就迫害你的方式，然后让世界知道他不怕的，因为他会起到你一宣传，反而你反抗人内心反而有人会恐惧。那如果你不恐惧，他因为你现在目前在香港你没有军队，在中国的话，你如果一直对抗，只是说用那个上街示威游行的方式，这样一直抗争下去，它根本没有用，你无法改变什么呀？你无法改变，那你又不能斗，是吧？最终的话还是要有武装，要不然的话就最终的结果，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大家要弄清楚，也就是香港现在付出的年轻人已经够多，或者香港的同胞付出已经够多了。我们要探讨一下，就是未来啊，大家要想一下，就是香港如果光靠这个上街运动是行不通的，而且也无法真正的改变香港的命运。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国安法一旦通过以后，接下去又会抓捕一大批有反抗精神的人，很快甚至都会很快就抓了，就回国内，要不然就关监狱就审了啊！现在基本上就这个样子。现在唯一的其实更好的方案，其实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要联合大陆。现在目前的话，大家看到早期说的那个全民共振那个思路是很好的，记住要多想办法，就是不要再做太多无谓的牺牲，然后要做也不要幻想什么所谓的像刘晓波早期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你非暴力他暴力啊，他不是管你啊，我这和平的游行为，共产党哪里管你那么多打抓，他都对大陆人一直都是这么干的，知道吗？大陆没有新闻，你抓了打了以后连个消息都没有，知道吗？抓了以后就直接关死你，往你身上打药。或者弄点药让你那个得什么所谓的肺炎，让你直接死掉就是了，没有那么复杂。所以香港如果从长远来看，就是还是一样的，也就是大陆也要民主，也就是要形成合力，要包括台湾的话，如果就是一样的，如果从长远的免受中共的威胁，只有港澳台还有全世界的华人就是协助的情况下。联合起来，然后内部要尽快唤醒中国内陆的大陆一起来，共同参与推翻共产党，然后
把大陆也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才能真正的形成这个两岸三地这样的一个永久性的和平啊，否则的话你现在比如说。哪怕现在国安法现在哪怕没有通过，也没有早期的什么反送中这个事件，他会不停的找事的。共产党哪怕你现在拖过了3年他还会创造，不停的创造事端，最终的结局还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有民主思想或者有这种有可能会民主的火种传播到大陆，然后使大陆的民众觉醒，推翻共产党这样的事件发生，他必须要灭掉它，因为这个东西将会民主的东西一旦开始传播啊，特别在大陆传播的时候，那么共产党它的执政就已经没了，就结束了，是吧？所以他要死死的 hold 住它。在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犯下的罪行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如果从长远来看，现在的话就第一个就是，当然香港现在特别有的那个比较一些知名的哈，一直在抗议的这组织的话，比较有可能危险的，现在该逃亡的话，当然要赶快尽快，该流亡该逃亡该到世界其他国家第三方国家该出去。那其他的香港如果暂时出不去的或者怎么样的，大部分当然还是老百姓，还是大家的同胞。那只能就是我的建议，最佳的建议就是赶快就是还是一样的，要想办法唤醒国内的民众，大家不要被这种互联网上的这种信息所迷惑掉。大陆也有很多的反抗者，只是说也跟香港一样的很无力，而且在大陆里面的这些反抗者的话更加危险，那直接咵的一声当场就抓走了。我在中国大陆，他如果想抓我，他分分秒秒根本不要通知我。假设我现在在大陆的话，他直接我在这，他会经典的直接就通门踢开，当场就进来了。我被弄过好几次，不用通知你的，你走到哪里你都精准定位，你走到哪里面孔识别，第二个你手机定位都是这样的，只要榜上有名的话，根本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家要寻求机会，就是反正就是，当然香港同胞现在肯定是受苦了，在接下来的话肯定是暗无天日的一段时间，而且心里肯定是很难适应的。一个独裁专制国家的人，那根本他们不是人过的日子，那就是彻底的奴隶。共产党在落入共产党之手就是一个奴隶。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真的是合作，就是跟唤醒国内有大量的那种反抗精神的人，也有那大量的人，就是能够从根本上直接把那个中共的暴政直接翻掉它，然后建立这个民主的国家，然后到时候的话，就是在这个机制之下呢，如果要是香港想到时候根据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包括各个省也好，包括香港也好，到时候要以联邦制的方式呢，来重新建立这个民主的国家，还是怎么样？这个时候一切都好，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协商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大家就是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也希望就是香港的同胞能够大家都能够比较安稳的度过这段时间，然后的话要从长远计划的话一定要帮忙协助大陆唤醒大陆那些沉睡的被中共洗脑一辈子人，要唤醒他，翻墙能翻墙的翻墙，就是帮助大陆的人翻墙，然后慢慢组成这种能够抵抗这个中共，甚至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形成这个力量，能够推翻中共暴政的所有的方法和策略。当然，香港，我相信香港的同胞，因为就是长期接受的是西式的那个英式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教育这种民主之类的自由之类的，这种基本的人权这理念的话，肯定所受的教育肯定要比中国大陆的那些都是同样的国民，但是所受的教育或者对这方面认知肯定会更强一点。然后我们也许以后就是一起来推翻中共以后，当然我甚至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未来的领导，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以内，也许
还最大的希望，也许还会就是我们通过投票直选的话，能产生的总统，说不定还是由香港人来当这个未来民主国家的总统哈，这个概率反而更高，因为在大陆的话，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理念，自小也没有接受这教育，所以推翻暴政，推翻中共的残害暴政。把整个中国变成民主的国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陆、香港，包括台湾整个华人的命运，只要独裁政治一直控制着整个大陆，因为所有的人10多亿，在大陆14亿的人口，通通都是他的奴隶，大家拼了老命，所有赚的钱全部都把他都把所有的奴隶的辛辛苦苦的赚到的钱都被他剥削的一空，把它变成这个强大的军事购买军事，然后满世界去贿赂别人来举手的，在联合国上获得一些支持等等，这个东西将永无止境下去，所以威胁永远都很难消除哈。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来推翻独裁专制暴政，推翻中共在中国的执政。这样，然后让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才能真正的解救所有的人。那今天的视频先谈到这，我希望香港的同胞能够日子过得安好，在这段时间的稳定的度过这段时间，然后接下去的话有机会一起来，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长期的战略，长期的准备。推翻中共暴政、终结暴政的这个路，一起来合作，一起来行动谢谢大家，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谢谢大家，我是陈俊伟。如果觉得我的视频不错，希望大家帮忙一起转发、订阅，谢谢大家。